心架一路，下步跨虎，接上势，上步七星。两手右拳在外，左拳在内，胸腰折叠逆向运化，松沉肩背，折叠坐胯，两手双逆缠向胸前内翻，由内向外，由拳变掌，对称后坐相合。继续向下按掌，两手放松向下相合，领腕上捧，两手内旋掏手，以腰当右转螺旋带动，身法右转，向上引手，坐腕正脚。好，换方向。上步七星接下步跨虎，双逆缠领腕，逆向胸腰折叠，内旋由拳变掌，对称后坐发力，下按分掌，上领提膝，两手内旋分手打开，转腰翻胯，坠肘正脚。好，同学们，下步跨虎和上步七星的这两个动作，就是看似两个毫无关联的动作，其实它们两个之间呢是衔接的非常紧密。因为在动作领练的过程当中，我们看到了一个逆向的胸腰折叠，又看到了一个两手上领的动作。它这个地方运用的就很巧妙，它是一个顺的逆向胸腰折叠坐下来撑完掌，又一个顺向的胸腰折叠把手再催起来。咱们把这个动作稍微连一下，感觉啊。你看合到这儿以后，逆向胸腰折叠撑掌发力，在顺向的胸腰折叠再转身正脚。所以这一块它运用的胸腰折叠是非常的紧密紧凑的。那么在这儿你看同学们，咱还回顾胸腰折叠的一个练法啊。咱的胸腰折叠最早期的时候是先教大家由下向上涌动，然后呢再教大家由上向下涌动。很多同学当时都好奇说，老师为什么你要教由上向下的？其实就在于这些地方，因为心架当中好多动作的一个运行和配合都离不开胸腰折叠。大家只觉得小肚立圆是咱动作当中的一个主要核心，但是越到后面你会发现胸腰折叠就开始以它为主了，擦脚啊，或者咱说的这个上步七星下步跨虎啊，这些折叠越来越多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呢在这里呢再跟大家去强调一下，胸腰折叠不仅仅它是有一个由涌动带动尽力由近放远的身法，它也有带动两手由上向下，还有由下向上的身法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主要关注哪个位置？咱们都说了，肩和背如果没有相合，那么我们的涌动一定会出不来的。所以这个地方教大家一个小技巧，就是咱们经常在直播间教大家的基本功，学会梳头学会梳头。当你梳完头以后，两手手肘向外打开，肩背向下松沉，找到两肩和后背的相合之后，我们来看脊柱涌动和后背的传导及到达肩膀上的一个变化。看到了没有？是不是很明显肩膀走了一个前后，并且画有向前旋的一个小力圆？那咱们再反向看一看，是不是肩膀随着正向的胸腰折叠它会往前转，逆向的胸腰折叠呢它会往后转，但都是什么？力圆，对吧？围绕着身体侧线的两个力圆。如果谁要是在那个胸腰折叠这个上下反转的不会了，你就天天给我练把这个练好了，你再去琢磨其他的事儿。先不要钻牛角尖，哎呦这怎么出不来？先别管，先把基本功练好。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动作的细节，它跟这个胸腰折叠结合的是非常紧密。你看向后相合，是不是先走胸背，肩膀先往后，以后把两手向内引过来以后，
向下翻转，是不是正好结合着哪？来看节点啊，哎，相合走胸背，涌动走裆胯，在相合完胸背到达裆胯后坐的时候，两手下压变掌，手腕呢一个翻掌螺旋，看到没有？翻掌螺旋向外蓬。再看一次啊，右手翻到内侧，左手翻到外侧，形成一个后坐对称。哎，所以这个过程中呢，我们只要走一个折叠的先向回引，涌动的向后坐，在对称后坐的一瞬间，你看劲儿还是合到哪了？裆胯的后坐。所以不管你是向后走逆向螺旋涌动，最后的发力都是先要通过有裆胯折叠相合，然后再结合两手手掌向外推蓬发力的一个对称，千万不能把对称丢掉，没对称了，那你的手就出不来了，知道了吧？把对称把握住，然后把身法以及螺旋涌动的节点掌握好，1、2、3，是不是？这种慢慢的就出来了。没事先把胸腰折叠练会，然后再一点一点去琢磨这个，带动两肩涌动的事儿。这个地方的细节就一个点，胸背引手相合，折叠对称，催动两手外蓬，以斜方向前冲之中必有后撑的一个技巧来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就行了。那你看，当我们坐下来，裆胯形成后撑下坐的时候，你看咱还需不需要再往下坐，再往上涌啊？不用。当我们撑完以后，啪，是不是后撑下沉了？自然放松，就不要再往后继续再做都撅屁股了。所以撑完以后，自然放松两手，顺势让胸腰折叠在正向，看到没有？看到肩膀了吧？在正向的催动两肩，让胸背相合，与肩膀形成合劲的前提下，催动两肩走顺缠向前滚动。那么正好你的身法在涌动上升的时候，是不是把两手也催起来了？你看一节一节的，先催肩，再催肘，再领腕，然后在催起来的同时，注意胸腰折叠完了以后，你最后的动作是啥？还是坐胯。所以领上来不要慌，领的过程当中，把咱的右膝一顺，在折叠胯裆的时候，把右腿向上提，向内相合。你看涌上来，同时两手向内翻掌，同时两手向内翻掌，是不是涌上去了？来，背后再看一眼，来，撑完之后下沉，涌上来，转腰转胯，放松下落。所以先把胸背相合的这个手和腿能够从上边胸腰折叠，再从下涌动，再转回来，这就是我们新架当中当时教的基本功，对不对？小肚立圆是一个，胸腰折叠是一个，上到下，下到上都讲了啊。然后再加上什么？再加上手腕的，注意看由下向上的变化啊。由下向上变化的时候，必须要走一个什么向内的螺旋翻。你看它新架里边，它让你这么翻回来了，它再让你翻回去啊，所以一点都不难。那最后这个转腰螺旋的震脚，之前一直跟大家说，啥叫震脚？不是往下一跺就叫震脚，而是在我们看看啊，撑完以后，胸腰折叠一引上来了，转换。螺旋相合自己的裆胯，在螺旋的过程当中，注意看这儿，它有一个什么坠肩沉肘坐腕相合的身法。转过来以后，你的身法在螺旋下合的时候，还有一个坠肘相合的身法。所以震脚的过程中，震脚要有螺旋劲儿，下坠相合，螺旋下坠，螺旋沉肩坠肘。下落的过程当中，震脚的螺旋旋的越好，那么你身法下坠的速度是不是就越快，劲力就越充沛？那转过来以后，两手下沉震掌根的劲儿是不是就越饱满
但是记住啊，只要咱有下沉的动作，一定有什么劲儿？对称。所以两手在下落的过程，它不是干干的直接往下去砸，它是在落的时候，看到了没有？撑出来，撑出来。当胯既然有螺旋，有下沉震脚，它往后去折叠，那么两手手腕一定会边下沉边前后对称，它不会说让我们直接就光单一的往下去落。那这只要下沉没对称，那还是不是太极拳说的上下相合、左右外蓬的这个知识点了？上下只要有相合，左右立马会有外蓬，因为我们说过太极拳它是一个什么球体，球在上下挤压，两边会外蓬，两边挤压，上下会外蓬，所以要学会我们常说的，有时候下沉它不一定就不是上蓬劲儿了，有时候外撑它就不一定不是相合劲儿了。当然，这都到后期我们再讲更多的力量技巧的话，会跟大家去分享。那么我们的上部七星跟下部跨虎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